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果然，自律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诚意新剧受谎的路透图一出来，直接把人帅到失语。就一件最简单的黑色紧身衣，没有任何多余的。果然，自律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诚意新剧受谎的路透图一出来，直接把人帅到失语。就一件最简单的黑色紧身衣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，硬是被他穿出了高定的感觉。宽肩、窄腰，薄薄一层肌肉线条流畅有力，体态挺拔的像一颗小白羊。这身材没有10年如一日的狠劲儿根本下不来。难怪粉丝说这哪是衣服好看，分明是人给衣服增光。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的。一张片场抓拍，连个正脸都没录全，就那么一个侧身一个背影，直接把社交平台给炸了。好多人盯着手机屏幕放大看，研究他穿的到底是什么牌子，结果发现就是件再基础不过的黑色紧身打底衫，淘宝上可能99块钱能买2件的那种，可偏偏穿在他身上，那股子劲儿就不一样了。说不上来是哪儿不一样，反正就是贵，比那些大牌秀款还贵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翻了一下那组路透图的评论区，有条高赞留言写得特别到位，说这哪是衣服好看，分明是人给衣服增光。这句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。咱们平时买衣服，总想着用衣服去修饰身材，溜肩的买带垫肩的，肚子大的买宽松遮肉的，可你去看诚意这个状态，他压根不需要衣服来为他做什么，他就是个衣服架子，把衣服该有的线条全都撑起来了，甚至比设计图还好看。这才是穿衣服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衣服穿你，是你穿衣服。这让我想起他以前演的那些古装，仙气飘飘的长袍广袖一层又一层，说实话，那种衣服对身材的要求反而没那么苛刻，层层叠叠一遮，很多细节都能藏得住。可现代剧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演个警探，哪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行头？不是黑 T 就是衬衫，最多外面套件夹克，衣服就那么薄薄一层贴在身上，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骗不了人。所以你看好多演员一拍现代戏，身材短板就全暴露出来了，圆肩的、驼背的，腰上赘肉一圈一圈的，镜头一拍一个准，后期修图都修不过来。诚意这次的状态，有人说是为了角色专门减脂增肌了。我看了一下网上流传的那些细节，他这个瘦不是那种干瘪的瘦，是紧致的，有力量感的。胳膊上的肌肉线条不是那种健身房里喝蛋白粉喝出来的大块头，而是那种练过功夫的精瘦有力的感觉，像一只蓄势待发的豹子。尤其是那个背部的线条，隔着衣服都能看出肩胛骨和脊柱沟的轮廓来。这在镜头里有多好看，摄影师最清楚。说到体态，这个才是真正让我服气的地方。你看那些路透图里，他不管是站着看剧本，还是跟工作人员说话，那个背永远是直的，脖子没有前倾，肩膀向后展开，下颌线收紧，整个人从侧面看就是一条漂亮的垂直线。这种体态真不是临时抱佛脚能练出来的，是多少年的习惯，刻在肌肉记忆里头的东西。我身边有朋友去学形体课，一节课好几百块钱，老师教的就是这个，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走路，可你让我朋友站个10分钟他就喊累，腰酸背痛浑身不得劲。人家诚意这是全天候的，拍戏10几个小时下来，体态不垮，这才是真功夫。有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瘦吗？我少吃几顿也能瘦成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光靠饿出来的瘦，第一，肌肉含量不够，身上是软的；
穿紧身衣就会暴露各种松弛的问题，没有那种被撑起来的饱满感。第二，饿瘦的人没精神，脸色不好看，眼神涣散，整个人是垮的。程毅这种状态，你看他的眼神，清亮清亮的，精气神十足，那是营养均衡、规律作息加上高强度训练才能养出来的状态，每一项都离不开自律2个字。这就引出咱们今天想聊的核心话题了。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自律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？医美这玩意儿，动刀打针，花钱多不说，还有风险，效果还不一定自然。你去看那些搞了医美的男明星，脸是绷紧了，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做表情的时候皮肉不贴合，笑起来像是在扯橡皮筋。可自律这东西，它不要钱，全凭自己，带来的改变却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紧致的下颚线不是靠线雕拉出来的，是靠日复一日的饮食控制把体脂率降下去之后自然显现的。清亮的眼神不是靠打水光针，是靠规律作息和运动之后血液循环通畅带来的。挺拔的体态更不是靠背背夹，是靠核心肌群和背部肌群的力量把整个人的架子撑起来的。这些东西再贵的医美项目都给不了你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自律带来的红利在男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？因为现在社会上对男人的形象管理普遍还是太宽容了。男人一到30来岁，发福好像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，肚子大了叫幸福肥，头发少了叫聪明绝顶，不爱收拾叫糙汉子有男人味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一个男人但凡能管住自己，保持住身材和体态，那就是一种降维打击。他往那一站，什么也不用说，就已经赢了。这不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医美吗？我还观察到一个小细节，这次程毅演的是个警探，这个角色设定本身就带着一股子硬朗劲儿。你看他站在那儿的那个气场，清冷又疏离，好像跟周围的人和事都隔着一层距离，那种沉郁的故事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这就是身材体态给角色加的分。换一个肥头大耳、弯腰驼背的来演，你说他是在办案，观众看着更像是来送外卖的，哪有什么说服力可言？演员的身材管理本身就是在为角色服务，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多狠，观众在看到你演的角色时就有多信服。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演员，也适用于任何一个职场里的人。你去谈客户，去面试，去相亲，人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这个人的状态，你的形象走在你的能力前面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。网络上有人扒出来说，程毅这种身材管理不是1天2天了，他之前拍古装的时候，那些打戏基本上都是自己上，薇娅一调就是大半天，拍完戏别人去吃饭，他去练功房。这种对自己的狠劲儿是贯穿始终的。我看过一条爆料，说他在剧组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起来跑步，饮食方面更是苛刻，几乎不怎么碰碳水，盒饭都是特制的。这些信息零散地出现在各种采访和花絮里，你要拼在一起看，才能明白一个道理：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衣服架子，全都是后天的自律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。这个话题延展开来，其实能聊的东西就太多了。你看看现在娱乐圈里那些口碑一直很好的男演员，哪一个不是在身材管理上对自己下死手的？彭于晏拍一部戏学一项技能，体脂率常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。李现也是出了名的健身狂魔，他们的这种自律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形上的好看，更是一种公众形象的提升。大家一提到他们，联想到的词语是专业、敬业、有毅力、靠谱。这些正向的标签对于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有多重要，不用我多说。
反过来看那些管不住自己的，三天两头因为发福被群嘲的，业务能力再好也会被说一句太油腻了，口碑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消磨掉的。普通人虽然不靠脸和身材吃饭，但自律这件事带给一个人的改变，逻辑是相通的。它带来的是一种掌控感，你能掌控自己的身体，能掌控自己的食欲和惰性。这种掌控感会延伸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中去，让你变成一个更可靠、更有执行力的人。而且这种东西是会写在脸上的。一个长期自律的人，你跟他对视一眼就能感觉到那股子精气神遍布了人。回到诚意这组路透图上来，为什么一张照片能引发这么大的讨论？因为大家从这组图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好看，而是一种稀缺的品质。在这个外卖随叫随到、熬夜成了常态、人人喊着躺平的年代里，能够坚持自律的人太少了。它跟贫富没关系，跟天赋没关系，全凭一个人跟自己较劲的那股子狠心。所以当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大家才会忍不住感慨，忍不住转发，忍不住说一句活该人家帅。他身上那件平平无奇的黑色紧身衣之所以能穿出高定的感觉，是因为这件衣服背后藏着10年如一日的坚持。肩宽不是天生的，是靠无数个引体向上拉出来的；腰细不是饿出来的，是靠控制饮食和有氧训练刷出来的；体态不是摆拍的时候才注意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最昂贵的医美项目，而且终身有效，永不反弹。